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阿伦仔的生活。最近来了很多大箱的这些露营用品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诺克的这个云舟4杆的这个什么隧道帐，还有诺克冰箱啊，诺克推车啊，诺克桌子啊，诺克椅子啊，乌吉13的这些配件啊，哇，桌子啊，躺椅啊，欧珀拉风扇啊，什么天幕杆啊。炉啊，当然今天的主角呢，就是这一位啦。OK， 倒反啦，乌吉13自动帐篷，深咖色 TI Black， 最重要的是这3个字哦，旗舰款哦，是 flagship 的这个model。大家看到吗？这个重量呢又再度提升哦，23.8。好，它的货号呢是 CNH22ZP004，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诺克乌吉13本来的代号吧。好像同一个系列，它并不会生成一个新的代号哦。好，所以箱子呢看起来跟之前的乌吉13大小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刚起来呢感觉就真的很不一样，又重了许多。好，首先要谢谢这一位叫 Jeff 的这个营友哦，每次都接我做这一个开箱。好，这一箱呢就是那个6角的这个速开天幕穹顶，诺克的还有正常版的乌吉13还有这个乌吉什么这个云界的就是大号的穹顶各种各样诺克的产品都可以跟阿伦彩这里购买哦。好，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来做这个旗舰版的开箱吧。知道吗？真的非常重、非常大的一个箱子。好，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袋子哦，其实跟之前的乌吉13的袋子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的设计，只是呢这个图案这里呢就有把这个旗舰版的这个造型给画出来哦。好，它并没有中间的这一个扣带，乌吉13一向来都是这样子的。好，旁边呢这里也是这样子哦，并没有任何的一个标识。好，另外一边呢看一看。好，另外一边其实也没有说明这个是乌吉13哦，所以这个就是旗舰款的啦。好，我们打开看一看吧。双头拉链，打开来呢是一个这样子的画面哦，大家看一下。好，这个就是内帐外帐的这个主体了这个就是那个多出来的那个配件吧，就是那个带网的那个整个外帐的那个延伸。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好，首先我们把这个帐篷搭起来看看吧。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那个附带的这个天幕杆。哇，非常多的这个风绳也收藏在里面了。1、2、3、4、5、6、7，好，总共有7根风绳。再看一下这个天幕杆呢，是这样子的，是1.7米的屋檐的这一个杆，是铁质的这里呢就有这个诺克的标志，黑色的。底部呢就是这样子一个平的2节这样子的一个屋檐杆，总共有3只放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袋子里面。好，还有7个这个风绳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风绳附带了这一个有诺克标志的这个风绳扣，且是带这个荧光的哦。好，总共1、2、3、4、5、6、7。
7条单数的感觉蛮特别的。然后再放一行。好，另一个配件包呢，里面就是地钉哦，看一下，应该就是正常的那种25cm 荧光反光的这种25cm， 这个应该是白钢的这样子的白钢的一个地钉25cm， 好，非常标准的诺克的配件。然后里面呢并没有封绳哦，但是这一个地钉一大堆，大概有20几只吧，我看。这个呢就是屋级13，就是可以把就是内帐里面分成2个房间的这样子的一个间隔咯。哦，看，好，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挂钩式的方法呢，把它挂在内帐里面。中间呢是有这个拉链的随时可以从中间打开，把2个房间做一个连接。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内帐给打开来了。好，先把这个外帐先放在。好，基本上呢，阿伦才是建议大家在打开这个屋级13这一种自动帐篷的时候呢，首先呢把这个内帐给打开来，大概就是开到这样子一半的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那个外帐给很容易的这样子铺过去。如果已经把这些6只脚呢都撑开来的话呢，整个高度会太高所以要把那个整个帐篷搭起来会更费一些功夫。好，首先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个上面整个构造哦。那么其实这个屋级13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它的这个内帐里面的部分呢，多数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纱网的一个部分，所以是整体呢是非常通风的。好，再让大家看一下这一个中间的管呢，其实它的下面的部分呢是这样子的一个 LED 的一个灯管所以下面是藏着一个 LED 的一个灯管的。所以呢，它也是这个屋级13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哦，就是它自带这个灯光，所以呢，只要接上你们的这个充电宝呢，就可以把整个这个屋级13给点亮哦。好，所以整个设计呢还是一样一窗一门，但是后面的部分呢其实就有一个比较重大的改变咯，就变成是2个都是窗的部分。再看一下旁边呢，看到吗？这里就多了一个拉链。就是说呢，它可以有一个侧门就可以从旁边开启这个帐篷所以是一个比较崭新的一个模式咯，就是前门跟这个侧门然后其他的一部分呢都是窗口的一个部分。好，现在我就把那个外帐给披上去吧。大家看到吗？就是内帐它的整个主要的这个结构是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雨伞的一个结构这个电线呢其实就是那个附带的这个 LED 灯条的供电的一个电线好，所以呢这一个纱网呢，其实它的厚度是蛮薄的所以大家第一次使用或者是不熟悉的时候，要展开这个内帐呢，尽量要斯文一些，因为如果不小心踩到还是怎么样，然后你又塌，然后你又不小心用力过猛，又踩着这个纱网的话，很有可能就会有破裂的这个现象发生了好，我们接下来就把那个外帐给披上去。就像这样咯，把这个外帐给披上去过后，我们再把6只脚给它撑开。所以呢，其实真的不需要花太多的功夫跟时间，就可以把这种像屋级13的这种自动帐给整个撑开咯。好，我们先让大家看一看吧。好，整体造型呢，其实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其实跟第一代的这个屋级13，大家其实看不出什么巨大的一个差别。但是呢，如果仔细看呢，就看到其实也有很多明显的差别。好，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下面看到吗？
有一个非常宽敞的、很宽阔的这样子的一个雪裙，所以是360度整个包覆的，所以呢，它的防水的这个特性呢，就会更深一个级别了，就是更好，有更好的一个防水防雨的这样子的一个级别了。好，大家看到吗？前门的部分呢，之前的无极13中间呢是有这样子一个拉链的，就是可以把它分成门跟窗2个部分的这样子的一个外帐。但是这一次呢，大家看得到吗？这是一个一体的结构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主要一个很大的升级呢，就是它的前面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有点像无极6一样，它可以做一个拓展就是它的前面的这个屋檐会更加的长。好，等一下我们打开来再仔细看一看。好，另外一个很重大的升级呢，就是旁边侧门呢，这里呢就能够直接打开。之前呢是一个窗口，现在就可以变成一个可以撑开的这样子的一个侧门。然后后面呢也是非常不一样了，这一次就没有了这个后门其实无极13的后门其实也蛮少会开启的所以它就直接把它变成2个窗口，就像之前左右的窗口这样子的样的造型就是看得到吗？下面呢也是有这个整个雪裙的这个包覆的，所以呢后面呢就完全不能够打开，只有窗口可以打开哦。所以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个外帐的一个部分，这里呢就有这个它的编号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就是这样咯，它的窗口的部分，大家看到吗？这个拉链的这些用料品质都是很好的，而且都是有这一种魔术贴的部分。好。看到吗？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网纱，所有的这些风绳它都已经为你绑好了，所以就很方便。这里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长的风绳。好，整体的造型是这样。好像并没有看到明显的挪克的标志。就在这里。好，这里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挪克的标志，只是在前面而已。好，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个。外帐的部分了。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侧门吧。好，我们先把这个侧门打开。好，大家看到吗？这个侧门呢，打开就是这样子，它就可以把它，我们也可以把它撑开呢，当做一个屋檐这样子使用哦。好，所以呢，这里看到吗？这里就有一个孔，就可以把那个贴木杆给插进去。就是可以把这个侧门给它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打开哦。大家看到吗？材料部分呢，里面呢都是这一种钛黑胶的这样子的一个涂层，把它略卷起来。如果把这个侧门卷起来，就是这样哦。里面呢就是这个内帐的这个门的部分。然后拍一张照片吧。好，这个侧门我打开一下。好，看到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双层的一个结构的话，就可以进到整个帐篷的里面。好，这就是一个侧门的一个情况，可以把它卷起来，有这些橄榄扣可以方便的嘛。好，如果侧门打开呢，就是这样哦，里面有这个网纱，所以是一个双层的哦，这个是布跟这个内层的这个网纱。好，看到吗？地布的呢，这里呢是比较高起来的哦，所以设计的也是非常好，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些拉链呢，完全都可以把它封闭起来的。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前面的这个部分。好。把这一个拉链给打开，看看。好，首先呢，第一个可以留意到的地方呢，就是其实它的拉链已经做了一个升级哦，有点像是那种气帐跟那个气帐的那种粗的这样子的一个拉链所以开起来呢应该会更顺滑。好，我们把这个拉链给打开。好，整个感觉呢是很顺滑的哦，这个拉链肯定是去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就是之前的那一种比较普通的拉链变成这一种厚版的拉链。好，首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屋檐呢，其实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看到吗？首先是刚才说的那个拉链，另一个非常重大的升级，看到吗？其实这个整个屋檐呢，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双层的一个设计。里面这里呢就有另外一个拉链，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需要展开前面的这个屋檐的部分呢，你用这个拉链的方式开启。所以看到吗？如果这样子把这个拉链打开的话，其实它的屋檐前面的延展是这样子。所以呢，它算是一个无缝的连接哦，就是在这些连接的地方，其实都是一起的，所以就不会有这种漏水的这个情况发生，非常用心的一个设计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吗？其实整个屋檐呢，拉起来呢，我看大概至少有3米这样子的一个长度，可能这样子看的话就会比较明显哦，就是本来的这个无极13的前面的屋檐，但是多了这一整段的整个延伸，所以如果把它拉长，整个拉开来的话，大概就有3米这样子的一个长度了，所以设计是非常用心的哦，整个这个延伸的天幕是以这个拉链的形式放在。整个衔接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不想用这个拓展天幕的话，就直接用拉链的方式把它拉回去就行了。它就是一个像之前的无极13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了。大家看到了吗？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把它拓展起来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中间呢，这里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天幕的这样子的一个孔哦，这里做一个这里绑上3根天幕杆，然后前面呢这个可能用这个风绳把它固定在某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或者是再加购一些天幕杆，就把整个扩展的这个天幕打开来就可以了。所以整个你看到吗？车工这些拉链用料都是蛮上乘哦。好，大家注意到吗？里面这里还有一个空置的拉链哦，其实就是做那个延展的那个作用了我们再来把它弄出来，好好看一看，蛮复杂的哦，就是非常多功能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好，大家看吗？就是把前面2个这个天幕杆撑起来呢，它的这一个屋檐已经打好了，看到吗？前面这里呢还有一段，可能可以通过再加多2根那个天幕杆呢来做一个更大的一个延伸。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看一看，其实整个这个天幕呢里面呢是没有缝的哦，它是不会有任何这种漏水滴水的一个状况。好，所以接下来呢，就要把这个它附带的这个拓展的这一个前庭拓展的那个部分给接上去，给大家看一看。好，大家看到吗？就是整个东西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如果你不把它撑起来呢，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前面遮阳的这样子的一个盖了。好，最后再把整个那个帷幕给接上去。所有的连接呢，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拉链的一个方式哦，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拉链，全方位呢都是用这种拉链的方式绑定在一起的。好，所以大家看到吗？整个连接都已经做好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拉链的一个形式，全部呢都是用这种优质的拉链呢把它这样子接在一起的。所以呢，几乎是一个无缝这样子的一个衔接哦，所以是完全看不到这个细缝的。好，只要前面呢这个
它打开呢，大家看到吗？就是一个由纱网这样子的一个构造的。一个前庭的一个延伸哦，所以整个东西都做到非常的细致的。好，我们再看一下，其实这个侧边呢也是能够把它打开的哦，大家看到吗？所以是两边都有这个拉链。所以真的是，我看是摩托最多拉链的一款产品了。好，就是呢，把侧边的拉链拉开呢，里面就是这个网的部分哦。所以这里呢，其实也可以把它撑开，再做一个侧翼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所以呢，就是把整个撑开的话，其实里面呢就是一个都有这个网布给覆盖的这样子的一个前庭。而且大家看到吗？中间的部分呢，其实还有拉链哦，好，所以这个又可以做一个展开。好，所以左右两边呢，这里呢都可以用这个拉链把它展开，非常蛮复杂的这样子的一个造型啊，其实看起来很复杂，但是组装起来其实还蛮容易的。我们再让大家仔细看一看。所以从侧边呢，这里就是这样子哦。如果要进入的话呢，就从这里就有这个比较粗的这样的一个拉链，把它打开，所以呢就可以进到这个室内的部分的因为这里没有撑好。如果把3根这个屋檐杆都撑好的话呢，应该就会更高一点这个前面的空间。大家看到吗？全部呢都是由这种纱网2层的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好，旁边呢这里就是这样哦，它会有外面的那个外帐的部分的那个纱网，所以如果要明亮一点的话呢，当然外面的部分就可以打开哦。好，如果打开呢，当然里面就会有非常足够的这个亮度了，就是旁边跟前面这里都把它打开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可以使用的一个空间了。对，好，我们再看一下一些细节的部分呢，所以这些地方呢其实都没有缝的哦，所以雨水是不会进去的。而且呢，这个天幕杆我觉得应该是放在里面的，这个可以把它撑在里面，而不是暴露在外面。这里操作可能有一点失误。好，总之呢，侧边的这些呢都能够把它给打开，把它开启，所以可以做一个侧翼这样子，所以整个展开来的空间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好，我们现在进到里面看一下内帐有什么差别吧。好，大家看到吗？内帐的部分呢，其实跟之前的款式是一样的，就有一个窗跟一个门，所以它的窗跟门呢都是2层的哦，带这个纱网的所以要保护隐私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给关起来。好，这里呢也有一个小袋子，就是让你放那个充电宝这个就是连接那个充电宝到那个灯管的这样子的一个电线。好，这个就是那个开启灯的地方。每一侧的话，应该会有大概3个亮度，就用通过这样子开启的方式。好，所以这里上面呢就会有这一个灯条。好，所以也有这些非常方便的这种挂钩这个就是可以做那个隔开2个房间的那个间隔的这些圈圈挂钩的一个部分。好，我们看一下，所以整个是非常透气的哦，都是这种网纱。旁边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窗口，下面呢也有一个这样子的透气孔所以只要把那个外帐的窗口呢用那个风绳拉开的话就会达到很通风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咯。其实很多人用了这个乌吉斯丹都忽略了一点，其实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电线出入孔哦就是如果你要外接一些电源的话，从这里就可以把电线拉进来很多人可能都没注意到，其实阿伦仔也是使用了好多次过后才会忽然间发现的。这里呢有一个方便的一个置物袋。
好，所以后面呢，以前呢是一窗一门嘛，现在呢就变成了2个窗的一个部分啊，所以这个一个改进，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因为毕竟后面这一个门其实很少的情况会把它展开出来。好，这里呢也有一个置物袋。好，所有的窗口呢都可以很好的把它收纳起来，所以都是可以弄得非常整齐漂亮的很多挪客的用户呢都会把整个帐篷里面呢布置到像一个酒店客厅一样哦，非常的精致的。好，这就是它里面的部分。好，所以这个底部呢，这个底部的这一个布呢，所以还是跟之前的一样哦，是比较不太厚的，蛮薄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所以通常呢里面呢都要铺上像一些有一个乌吉13专门定做的一个地毯铺进去呢，整个效果就会非常好哦。通常这个底部下面也要放一个地布来做一个保护如果是非常多石头坚硬的营地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一些破损哦。好。所以我们再来整体看一下整个这一个帐篷吧，是一个非常巨大、非常多功能这样子的一个帐篷哦，所以就多了这样子一个侧门。如果这一个天幕再把它撑开的话，又是一个空间。好，这个就是非常特别的部分，前面的这个拓展的一个部分了哦，跟大家再看一遍，旁边呢都是可以通过拉链把它打开的。所以把拉链打开的话呢，其实这一个侧翼呢，又可以把它撑起来，又变成多一个空间。大家看到吗？其实里面都是网布。好，前面这里呢，当然也可以把它撑开咯，所以要多买几副这个天幕杆，全部撑开的话，整个造型应该会很不错哦。好，左右2侧都是可以这样子撑开的，里面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纱网，就是大概这样子的情况。中间的这个纱网部分还附带拉链，所以可以从中间开启，所以呢可以应付各种不同的天气各种不同的使用状况人数等等哦，看到吗？都是这种非常优质的拉链，非常容易做这个连接。好，旁边的窗口部分。旁边窗口部分呢，其实就是这种比较细的拉链。看到没有？如果把这个撑开的话呢，内帐的部分就会很通风咯。而且都有这种带子橄榄扣就可以把这些窗帘给很好的整齐的卷起来、收纳起来。好，大家注意到吗？就是360度的这个加宽的雪裙哦，所以防水效果会更好。好，当然可能这里要注意一下，可能要把它撑得好一点的话，不然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一个状况哦。这个大家使用的时候要比较留意的地方。好，所以看到吗？各种的绑带天幕杆的这些孔拉链甚至是这个钛黑胶的这个涂层其实挪客都做得非常好的，所以使用起来都不需要担心论在有很多顾客呢都用了，像这个乌吉13用了10几次呢，都还可以保持它非常新的这样子一个状态，所以它的用料方面、质量方面呢，大家都不太需要担心了。好，这个就是挪客的这个乌吉13旗舰款的这样子的一个帐篷了，非常的多用途哦，就是按照个人有什么需要就把什么配件给接上去，所以整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一个购买哦，因为它比那个乌吉13原本的基础款的话呢，价格也大概多了几百块，但是呢，多出来的这个拓展的部分呢是非常实用的，因为在外面的话，第三方厂家来制作这一种拓展的话，都要几百块这样子的一个价钱。这次挪客呢就亲自自己做了所以就不需要再找这个第三方来做这一些拓展，所以是非常漂亮。做的手工呢都很好而且都是这种钛黑胶的涂层，非常的隔热，非常的耐用。所以这一次多了这一个侧门呢，所以整个使用起来呢就更加灵活方便了。好，
就不多说了，这个就是阿伦才为你做的这个5G 时尚旗舰款的开箱哦。喜欢我的频道的话，记得留言、分享、点赞哦。小伙伴们记得刷一波订阅，继续支持阿伦才的生活。拜拜。